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。过去几年中，我已经协助超过200个家庭在加州完成买房与卖房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想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个美国房东、自住房买家以及准备卖房的人在装修时都会反复纠结的话题：装修材料到底应该怎么选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会围绕下面4个装修项目展开讨论，分别是窗户、油漆、门和橱柜。从它们的常见分类、主流品牌以及通常在哪里买这3个维度来介绍一下。我们首先从窗户说起。在美国，窗户通常是一个单项预算比较高的项目，一旦安装完成，后期如果想更换，往往牵涉到外墙、内饰甚至结构问题。从材质上来看，美国住宅中最常见的窗户主要分为3大类。第一类是 Vinyl 窗户，这是目前市场占比最高的一种类型。优点是价格相对可控，隔热和隔音性能稳定，同时维护成本非常低，非常适合自住房翻新、出租房以及投资房。第二类是铝合金窗 Aluminum， 这种窗户外观线条较细，但隔热性能相对一般，现在在住宅中的使用比例逐年下降。第三类是木窗或木包铝窗 Wood Clad， 这类窗户在质感和外观上更符合高端住宅定位，但价格明显更高，同时对后期维护也有一定要求。除了材质之外，窗户的安装方式同样非常重要。在美国，常见的安装方式主要有2种，一种是 retrofit installation， 也叫 insert installation。这种方式是在保留原有窗框的情况下，将新窗户嵌入原有框架中，施工时间较短，成本相对较低，适合局部更换或预算有限的项目。另一种是 full frame installation， 也就是全框更换。这种方式会拆除原有窗框，重新安装整套窗户结构，虽然成本更高，但可以同时解决潜在的结构和防水问题，更适合整栋翻新或老房全面升级。选择哪种安装方式，往往需要根据房屋状况来判断。在品牌方面，美国市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窗户品牌包括 Milgard、Andersen 和 Pella。Milgard 在加州和西海岸地区非常常见，性价比高，适合大多数家庭。Andersen 和 Pella 则更偏向中高端，常见于自住房或对外观有较高要求的项目。在购买渠道方面，如果是标准尺寸、预算型项目，很多屋主会选择 Home Depot 或 Lowe's。如果是整栋换窗或者需要定制尺寸、颜色和玻璃配置，通常会选择本地 Window Showroom 或者直接通过 Contractor 订货并安装。需要特别提醒的是，窗户的安装质量往往比品牌本身更重要，安装不到位会直接影响隔音、隔热和使用寿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油漆。油漆是装修中最直接影响房屋整体观感和第一印象的项目之一。在美国选油漆时，首先要区分是室内油漆还是外墙油漆，两者在配方和耐候性上完全不同。其次，要关注油漆的光泽度，例如 flat、eggshell、satin 和 semi-gloss。不同空间对光泽的需求不同，选择不当容易影响清洁和耐久性。此外，油漆的遮盖力、耐久度以及 VOC 环保等级对自住房尤其重要。一般来说 ，flat 或 matte 更适合卧室和天花板，因为它可以很好的遮盖墙面瑕疵，但清洁性较弱。Eggshell 和 satin 是家庭中最常见的选择，适合客厅、走廊和卧室墙面，兼顾质感和耐擦洗能力。Semi-gloss 和 gloss 光泽度更高，表面更耐水耐擦，通常适用于厨房、卫生间、门框和踢脚线等区域。不同区域选择合适的光泽度，不仅影响美观，也直接影响日常维护难度。在品牌方面，美国专业施工团队最常用的品牌包括 Sherwin-Williams 和 Benjamin Moore。Sherwin-Williams 在专业装修和翻新领域应用非常广泛，而 Benjamin Moore 则以颜色表现细腻、质感稳定著称。在 Home Depot 中也常见 Behr 这一性价比较高的品牌，适合预算型项目。在购买渠道上， Sherwin-Williams 主要通过品牌专卖店销售， Benjamin Moore 则由本地授权经销商提供服务。对于想要一站式购买的家庭来说， Home Depot 和 Lowe's 也能满足大多数日常装修需求。从卖房角度来看，使用中性色、高质量油漆往往能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房屋整体观感。第3个，我们来说门，包括室内门和入户门。门虽然不是装修中最贵的项目，但它在使用体验和房屋质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室内门在美国常见可以分为3类：空心门、实心门和实木门。在大多数住宅中，实心门
Solid Core 在隔音、手感和耐用性方面更平衡，也更符合当前买家的预期。入户门则主要包括钢门、玻璃纤维门和实木门，其中玻璃纤维门 Fiberglass Door 是目前自住房和卖房升级中非常受欢迎的选择，在外观、安全性和维护成本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。在品牌方面，美国常见的门品牌包括 Masonite 和 JILDWIN， 这些品牌在室内门和入户门领域都有成熟稳定的产品线。在购买渠道方面， Home Depot 和 Lowe's 提供大量标准尺寸门，价格透明，交期稳定。如果涉及非标准门洞、定制玻璃或特殊设计，通常需要通过本地 Door Showroom 或 Contractor 完成。第四个，也是很多装修项目中预算占比最高的材料，就是橱柜。在美国，橱柜主要分为3种类型。第一种是现成橱柜 Stock Cabinets， 尺寸固定，价格最低，交期最快，适合投资房和预算有限项目。第二种是半定制橱柜 Semi Custom，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尺寸和配置，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的选择。第三种是全定制橱柜 Custom Cabinets， 可以完全按照空间和使用需求设计，价格也最高。从外观设计风格来看，橱柜通常可以分为几种主流款式，例如欧式风格通常线条简洁，门板平整，强调现代感和极简设计；美式风格则更注重层次和线条细节，常见 shaker 门板是目前美国住宅中最主流的风格之一。此外，还有现代极简风格、乡村风格以及传统古典风格等，不同款式会直接决定了房屋整体设计风格，因此在选择时需要结合房屋整体定位。在品牌方面， IKEA 是很多家庭熟悉的经济型选择。此外，美国本土品牌如 Craftmade 以及 Lowe's 常见的 Shenandoah 也都是成熟稳定的中高端选择。大部分屋主会在本地橱柜专卖店进行购买。在购买渠道上，这些平台都提供橱柜系统和设计服务。如果对空间利用率、内部结构或五金件有更高要求，选择本地 Cabinet Showroom 可能会更加便利，或者通过橱柜工厂与 Contractor 配合完成。总的来说，材料的选择一定要和房屋的使用目的相匹配。对于长期自住的家庭来说，耐用性、维护成本和环保标准往往比外观本身更重要。而对于卖房或投资房来说，材料是否符合市场预期，是否让买家第一眼觉得干净、有品质，往往更关键。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，我一直认为装修材料并不仅仅是装修的一部分，而是房屋长期价值管理的一部分。不同材料在耐用性、维护成本和市场接受度上的差异，往往只有在真正居住多年或者准备卖房时才会逐渐体现出来。如果你目前正在考虑装修自住房，为卖房做升级，或者评估投资房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提升吸引力，那么材料的选择一定值得你花时间认真规划。Nancy 过去也有多个帮助卖家设计翻新的案例可以与您分享。如果你想了解哪些装修最能提升房屋再出售价值，哪些地方可以省，哪些地方不能省，欢迎随时和我交流。你也可以点击下面我的个人网站获取更多资讯。我是 Nancy， 已经帮助超过200个湾区家庭完成置业。我们下期见。